这期视频呢是分享一些我比较喜欢的，可以将图片高保真压缩的一些工具。压缩后的图片呢方便上传、分享，而且减小文件大小的同时，几乎不影响图像的原有质量。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收藏起来。那这个列表呢，就是我整理了一些我认为比较不错的工具，总共呢是有6个。前3个呢同样是 Web 实时在线就可以使用的。下面3个呢是离线就可以使用的客户端工具。那每个工具呢都有它的特点，我都在这列了。比如说第一个工具呢，它有图片压缩，而且呢还有一个实时压缩前压缩后的一个叫做对比窗口，而且还可以支持我们实时的调整压缩比。压缩一次呢可以继续去改变它的压缩比，然后马上看到它的效果。那下个工具呢也是在线的工具，它也是支持压缩的，图片压缩、对比窗口、实时调整，而且它还支持以文件目标大小来进行压缩。比如说上面呢是只能按照压缩比去调整，但是最终压缩的文件大小我们并不一定是我们预期的。那这款工具呢，它可以按照我们预期希望把这款图片压缩到多大去进行压缩，再进行图片的压缩。那下一款呢叫做图贴式，它也是支持图片压缩、尺寸调整的。下面3款呢主要都是本地的客户端，前2款呢是支持Windows 啊 Mac， 这款呢只支持 Mac。那每款工具都是有特点的，比如说这个叫图压的工具，它支持图片压缩、尺寸调整、格式调整、文件大小的目标设置。那这款呢叫做洋芋田图像工具箱，它的功能非常多啊。那我们这里面主要用到了，比如说它的图片压缩、裁剪、分割、尺寸调整和格式转换等。那下面这款呢工具就比较简单了，但我感觉呢它在我测试过程中，它的效率也是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快的，压缩比也非常好。那它主要是 Mac 平台的一款开源工具，就只能进行图片压缩。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在线的第一款工具啊。第一款工具呢是一个在线网站，这个网站呢同样我们把一个图片上传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图片上传上来，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图片上传上来，然后呢，它这个工具呢是最多支持上传20张，然后呢，而且你压缩完之后可以批量的一起去下载，完全的免费啊，它有支持中文啊、英文啊各种版本。那么往下可以看到哈，这个工具呢也是我非常推荐的第一款工具啊，当然是在线的第一款工具。它呢在这个界面上可以看到原文档啊 3.2 兆。目前呢在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的情况下呢，它默认呢是压缩后啊，就是你看我们默认质量是90%对吧？90%，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默认质量是90%。那我们压缩之后的这个窗口呢，其实3.2基本上没什么压，对吧？那这个是对比窗口，肉眼是看不清的。但这个时候它支持实时调整，比如说我们把它调到我理想中呢，先随便调一下，调到50，它马上会立即应用。应用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款图片原文件是3.2，压缩之后的图片大小呢是1.6，小于1.6啊，小于1.6。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肉眼去看，还是啊，就是当然如果这张图片已经放得很大了。这张图片已经放得很大了，比如说它原图是多大呢？它的原图是这样的一张图片，对吧？那现在是相当于把它这个图片放得很大很大啊，大家应该明白了，放得很大很大，放得很大之后看到那个晕染效果。那至少我个人肉眼来看的话，其实约等于没有什么变化啊，我是这样的。同时 3.2 压缩比是小于1.6兆，但是我可以继续往它压。这里面我做了测试，不要小于10%或者20%，因图片而异啊。比如这个压到20%，可以看一下它效果。可以看啊，这张图片放了这么大，才能看到一个稍稍有一些模糊的这个压缩之后的效果，对吧？但是如果原图的话，我们把它缩到刚才那么小，基本上我认为肉眼是很难看到的。那由一个3.2兆变成一个900多K 甚至更小图片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上传到网站，或者说上传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图库啊等我们需要的上传分享，这样它的整个比较节省流量，用户客户呢或者说对方下载查看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那这个工具呢也是我第一款推荐，非常好用的，它支持实时查看、对比窗口、实时应用、改编各种各样的百分比。那如果想下载的话，只点下载就好了，或者说有很多图片的话，我们点合并下载。第二个呢，也是一款在线工具啊。在线工具的话，这个呢我已经前面把一款图片上传上来了，
上传上来之后呢，它也是支持，比如说现在的话，我是按照文件原来大小是400K 嘛，就算400K，我按照目标设置成了80K，就是我要求这个文件只支持最大是小于等于80KB 的。我点应用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哈，它实时在压缩，而且它压缩的目标文件大小是70.18KB，约等于减小了81%。然后这面也是支持我们的这个实时窗口的。这张图片呢，它本身不大，但是如果这么点图片的话，我们可以看，基本上肉眼是看不见的，对吧？那好，我们还有一种方法，这是目标文件大小。如果我们把它压得更小一些，比如说极限一点，你需要更小，你可以调整一下。但有的时候它就会，我们测试一下，比如压缩到40，看看它质量怎么样，可能就会出现那种大的色块，就是失真了，这就肉眼就看到就不是很好了哈。这还不错，对吧？这个其实也还不错。如果40K 的话，我们再小一点，比如说再一半，20。看，这时候已经现在目标文件呢是14.17K， 这个文件对吧？可以对比出来，已经被我压得很不成样子了。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需要用户有明确的文件大小，那可以这么设置。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设置图片的质量，同样这个文件不要小，经过我测试不同图像可能不一样，不要小于10%。我们试一下10%，看一下效果怎么样。我们调整一下，比如先调整一下我们调整成20%，它直接就应用了我们看一下20%的效果会如何。20%的话，大概文件对吧？它会告诉你84K 左右，是吧？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们再把它拽回10%，看会不会出现一个色块。也还不错，对吧？因为才45KB。那我们再把它调整，比如说5%，应该就会出现色块了。已经出现了这种大的色块，特别是森林这一块，黑色的东西的话，它基本上全变成黑色了，就没有那种细细的纹理了，对吧？这款工具也非常不错，它支持我们按照我们的目标选择目标文件大小，或者说按照我们的这个质量比去选择应用，而且同时支持多个文件上传，然后呢直接下载。下一款呢也是一个在线的工具支持我们在线的使用。那上传一个图片，它也支持很多个图片同时上传。那它这儿支持原始的尺寸，默认都是原始尺寸的，对吧？这是质量的比。那通过这个工具，我们可以调整，比如现在是5464乘以8192，这压缩前的。那压缩后呢，因为同尺寸没变，对吧？那我们把它改一下，我这个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改成，比如说我们需要的500就可以了。我们改成500，开始压缩。这个尺寸大小呢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这个压缩质量比也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吧？好，这个已经压缩完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支持打包下载，因为如果多个文件同时上传的话，它是支持打包下载的。那我们再看后面的3款工具后面3款工具呢都是客户端。这3款工具呢我是比较喜欢的，就大家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比较喜欢使用在电脑上的。在电脑上自己想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用，有网没网都可以用。但是呢，又取决于个人电脑的性能，对吧？因为它是使用你 CPU 的资源的嘛。那这款工具呢，是一款支持 Mac 和 Windows 的一款免费的客户端工具它压缩呢，它功能很强大首先，它支持压缩到我们指定的尺寸，可以调整尺寸，可以希望同样我们想压到目标大小、文件大小，支持批处理，很多个文件同时进行处理，还支持多个文件的格式转换这个功能很强。那同时呢，它这还给我们来了几个样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压缩前呢是 1.1 兆，压缩后呢是 627K， 约等于 50% 嘛。这个效果已经很大的一个图片了，至少我放这么大是基本上肉眼没有看到它的一个失真的。那下面也是有一些图片的一个比例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是 1.4 压缩到了258，是吧？基本上看不出来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可能有人就有疑问了，对吧？什么时候压缩应该压缩到多大才够用呢？比如说你像这种色彩很简单的图片我们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用户或者我们目标
我们分享的那个人来看清文字。那这个其实你就可以压缩很大，因为它全是黑白图啊，基本上就黑白色，纹理很简单，你就压缩到很大都是不会失真的。像这种彩色图啊，如果压缩越大的话，它会出现很大严重的失真。然后呢，如果我们把文件压缩小一些，如果我们个人是做一些素材，或者做一些写一些文章，上传图片、分享图片的时候，图片如果原图的话，可能受限于这款编辑器没有办法加载，或者说没有办法分享，没有办法上传，对吧？那我们希望把图片减小，又不损失图片的质量的话，那这些工具都是非常适用你的。好，那这边的话，我也安装了这款涂鸦工具，它的工具呢是我们来做个例子哈，拽一个图片上来，可以拽很多图片，然后呢，在这儿呢可以设置你的目标文件大小，或者说你设置压缩强度，然后呢，你是否保持你的宽度是自动保持原始，还是说呢，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设置多宽多高，对吧？然后呢，格式是什么？你看我们原来的这个图片呢是 JPG， 我们可以把它保存成 PNG 或者是 WebP 或者原格式。这个的看这个图片的时间就取决于你电脑的性能了，因为它是使用 CPU 或者是 GPU 的啊。那这款图片至少在我电脑上应该跑了个10秒钟左右，10秒多左右。而上面这几款在线的呢，它因为使用的后台很强的计算资源，很快吧，基本上几秒钟就处理完了。这款图片原来呢是 3.3 兆，压缩后呢，对吧，1.04 兆，约等于压缩了70%。那我们再介绍一下下一款啊，它其实是一个叫做洋芋田的一个图像工具箱。这个工具箱的功能非常多，但在我们视频中呢，主要就介绍图片的压缩。看它支持这个一些 EXIF 的读取啊，这个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查一查。如果不太了解想学习的可以留言，我再单独做一期视频。图像的这个 EXIF 到底是干嘛用的啊？这个可能大部分小伙伴们不关注这个，或者说也没听过，但其实这是一个图片很有用的一个参数，一个元数据啊。那它支持读取，支持图片分割，比如原来图片可以切分成9个宫格，切分成我们想要的各种大小。然后呢，它也支持图片的加水印、批量加水印，然后图片的批量压缩，图片的裁剪大小、转换格式、字体管理，它功能还是很多的啊。那我们直接看一下这款工具。这款工具呢，这是一打开之后，水印、全屏水印、长图拼接、裁剪、分割等等等，对吧？很多功能，但是我们只使用的图片压缩。我们看一下图片压缩，我们拽一张图片放上来，然后呢，这面它会让你选图片的质量比，比如我们还随便一个吧，保持原格式还是 JPG 还是 PNG 还是 WebP， 我们自己需要，对吧？然后点击开始处理。这个工具的处理时间还是其实挺快的，至少比刚才那个快，但是它每个人这个压缩算法不同，对吧？压缩的效果也不同。那比如它压缩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也是不错的。我做过测试，这几款工具的效果都是不错的，在保证图片质量不失真的情况下，图片的大小又压得非常小这几款工具我推荐上来的都是还不错的，大家可以自己测试。好，最后一款工具呢，这个是一款开源的工具，它呢支持 Mac 的 APP， 就只支持 Mac 电脑哈。然后 Web Server 呢，它支持 API， 但 API 是付费的。这款工具呢，如果大家小伙伴是 Mac 电脑的话，可以下载免费使用的。那我在这里面给大家做一下测试。它的功能非常多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面介绍。这个工具啊，它集成了很多优秀的开源工具的特点。怎么来看？特别是看这儿。这儿介绍了一些，就是这款工具把这些功能全部集成进来了。那在哪儿能方便使用呢？点击首选项，然后呢，这有优化速度是要更快，还是压缩的更好？质量如何？压缩百分比是多大的？常规它支持很多功能啊，对吧？都在这儿呢。我们保持默认，拽一个图片。对了，这款工具呢有个坑啊，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特点。它会直接在你原图片直接给你压缩完，也就是说你压完之后原图片就直接没掉了，所以你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先建一个副本，建完副本之后比如说建一个副本比如说这是原图片对吧？我们建一个副本，大小呢都是3.3，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拽过来，但是我一旦拽过来之后，压缩完这个图片马上就被覆盖成压缩图片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压缩完之后，变成 1.6 兆了，看到没？它是在原图片的文件直接给你覆盖，压缩了50%，我测试了50%的话还是非常高清的，这款图片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压缩工具，是吧？好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希望了解这些工具的深度的使用方法呀，或者说它底层的技术实现，都可以给我留言然后呢，我们可以根据哪一款工具，我们详细的去使用它，测试它我会继续将发现的各种好玩有趣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扫码关注公众号，持续关注公众号呢，回复关键字图片压缩即可获得本期分享的所有工具链接。我们再见。